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那么本期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在美国4年所经历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及4年我所到底学到了什么。因为今年7月份正好是我入职美国四大的第4个年头，然后期间也经历了蛮多事情的。然后我希望还没有入职四大的朋友，以及想今后加入四大的一些朋友，可以通过看我这个视频来对未来四大工作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期待吧。然后也希望大家通过看我的视频能了解这个四大的文化、四大的一些工作量啊，然后以及四大工作的优缺点。然后在本期视频的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四大工作的这个基本的薪资问题，然后涨薪啊、bonus 啊，以及这个基本的一些福利等等。那么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做一下背景介绍吧。因为很多人，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人，我是13年来的美国，然后读的会计研究生，然后我是在第1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份这个四大的税务部门的实习。我毕业之后顺利的加入了一家这个四大，然后去在他们的这个税务部门做这个企业周税，然后我做了大概1年半左右，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可能比较单一，然后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然后我就转到了，我就跟我的大趴说，我说我更希望就是做一些跟这个 technology 相关的，然后更希望接触一些咨询的行业。然后我就后来转到了这个做 ERP 的这个 consulting 的工作，现在这个组。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组已经干了2年了。然后我觉得这2年间，其实我也学到蛮多东西的，因为每天需要面对客户，然后面对客户跟平时不面对客户还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吧。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找实习、找工作感兴趣的话，欢迎这个点上面的这个视频链接。我有在最开始的3期视频里讲到这个如何利用学校以及社会的这个免费的资源来跟别人 networking， 进而找到实习、找到工作。那么下面我们进入正题，先聊一聊这个我4年间到底在四大学到了什么。我今天分享的这些东西不仅仅适用于这个在四大工作的小伙伴，我觉得同时也适用于就刚入职的，无论你在什么行业，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就是有一些帮助吧，特别是刚入职的一些朋友。首先我来讲一下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刚入职第1年、第2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尽可能的吧，多交一些朋友，然后多建立一些 networking 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就是无论你是在什么领域，你在四大的话，你无论你是做 audit、tax、advisory、consulting， 你都会遇到这个加班的这个问题。当你加班加到凌晨2、3点的时候，然后如果你有那么一个小伙伴是你的好朋友，他会来问你，就是你吃饭了没有 ？Are you doing all right？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你就会觉得非常暖，至少有一个人来关心你。对吧？你的父母除外，你的这男女朋友、家人除外，但是你在工作场所，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来关心你，你那个时候会觉得很暖，他是支撑你就是走下去的这个源泉一个动力，我觉得。所以这个朋友真的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朋友最好交的，我其实觉得就是跟你同届入职的这个小伙伴。因为他们就是你们的背景会很相似，然后你们的年龄也会很相似，而且你们就是加入都是同一个组，有可能甚至在同一个项目上，然后有可能是同时跟同一个 senior 或者是 manager 工作，他们是你完全可以吐槽的对象，因为你们都在经历同样的东西，然后你所经历的一些困难，你的小伙伴应该也在经历同样的困难，所以你们是非常好的这个小伙伴，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吐槽、互相的这个并肩共进走下去的这么一群人。所以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能至少交到那么1、2个真心朋友，在你同届人里，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因为至少有一个人可以你们互相这个帮助，然后互相的理解，然后互相鼓励的走下去，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你在的城市比较小，或者是你这个组比较小，你这一届招的人就你那么一个，或者是就那么几个，然后假如说你很衰，你没有找到合适的朋友在你同届的人里，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就是 try to 去找一个你的，像在四大你会去找一个你的比较好的 coach， 或者是有的公司叫 counselor， 就是比你高几届的人，然后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来引导你的这个职业发展。你在职业发展的职业的道路上，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会来帮你，给你提供建议，然后来帮你走出你的这个 difficulty。而且当你在跟你的上级、跟你的 senior 或者是 manager， 你觉得你们两个 work 不来的时候，你的 coach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你可以跟他就是聊一聊。然后你现在工作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 coach 会帮你分析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你的 senior 或者是 manager 出了问题。然后如果真的是你 senior 或者 manager 出了问题，你的 coach 会 on behalf of you 来跟你的 manager 或者是你的 senior 来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你自己需要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且当你就是刚来公司，如果你真的就是被 assign 了很多工作，然后你完全 burn out，你可能连续几周都工作100多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的 coach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选，来帮你去解决，去 roll off 一些项目。因为你刚来，如果你就被 burn out， 就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你的 coach 一定会帮你在这样的问题上。当然，如果有的朋友真的很衰，就是加入了一个小组，然后也没有这个好的 coach。那这个时候呢，是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真的不要觉得忍忍就算了，要 speak out， 要就是说出来，有问题就说出来。当你遇到一个不靠谱的 coach， 不负责任的 coach， 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你同期的小伙伴去聊一聊，或者是跟你上一届的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同事聊一聊，看看他们跟他们 coach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他跟他们聊完之后，你依旧觉得你的 coach 不称职，那么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去换一个 coach。当你 initiate 换 coach 的时候，你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会得罪这个人。但是与此同时，如果你的新的 coach 是你值得信赖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真的这个换 coach 是值得的，因为这个 coach 在你的职业发展道路上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在想转组的时候，我跟我的 partner 大趴聊了这个问题，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他在拖我，因为他觉得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多的钱，然后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不希望我走。当时是我的 coach 跟我聊了，就是问我你到底想做什么，我跟他说我想去 technology， 然后我的 coach 用了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跟我的 partner 讲，他这个人现在这个组根本不在他的这个整个职业规划范围内，你真的没必要去继续的留他在这边。然后是我 coach 强硬的态度导致我的 partner 最后愿意帮助我去转组，最后我转成了组，真的是我 coach 帮了我很多。如果呢小伙伴有想转组的，目前在四大的话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然后如果你的问题比较多的话，我可以出一期单独的视频来讲一讲我当时具体怎么转的组，一步一步的，希望可以给大家给到一些更 detail 的建议。除此之外，在你面临升职的时候，你的 coach 也是一个真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么一个人。因为在讨论升职的 round table 的时候，是你的 coach 会来 present you， 然后当然你要有你的好的小时数，你要有一个好的 performance。 当然你在你 coach present you 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你的 coach 没有 present 好，或者你 coach 本人就是弱的那种感觉，可能会影响最终的你能不能被升职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说有一个好的 coach， 然后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当你跟你领导有矛盾的时候，跟你的这个老板合不来，你觉得你真的是忍无可忍了，我真的是建议你可以去当然先跟你的 coach 聊一聊，就看看你 coach 有什么想法。如果这个聊完之后你觉得你真的还是受不了，我建议你可以去开启这个 roll off 的这个决定。真的不要就是一直在这个项目上忍下去，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值得的。因为我在上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时每天的心理压力都特别特别大，然后我就是一度觉得我自己都快抑郁了，就是我会莫名的在洗着澡就会哭出来，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自己心理压力很大，而且我并不是我一个人对我的老板有一些意见，其他人也不太喜欢跟他工作，就觉得会
会被 push 的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找到了我的 coach， 我跟我的 coach 聊了聊，就是我目前的现状。然后我的 coach 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想 roll off， 我会 support you。然后我就很委婉的跟我的老板说，我说我想这个 roll off， 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没有很大的挑战，然后重复性工作蛮多的，而且我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当时我的老板真的他 totally agree， 他没有任何话可讲，因为我当时做的那个内容确实是就是重复性蛮多的。真的就是你如果忍不了的话，如果你觉得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你觉得你的这个上级非常非常难 work， 你真的是可以去这个 roll off 这个项目，不要觉得就是忍一忍就过了。这个忍就是真的，这个我觉得长时间的忍耐是会导致一些心理上的问题，真的。当然我会建议说，当你在 roll off 之前，你要慎重的考虑，不是这个 roll off 并不是说你脑子一热就去 roll off， 你要慎重的考虑，然后问你同组的人，问你的 coach， 通过跟他们的交流来判断你这个 roll off 的决定是否正确。如果大家都觉得是你个人的问题，那你就要从你的个人角度出发来改变你自己。当然如果大家都觉得就是你真的这个老板有问题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选择 roll off。这就是我想讲的，就是真的不要忍一忍，觉得忍一忍就过了，很多事情就要说出来，然后因为只有你说出来之后，别人才会帮你分析问题，然后最终解决你现在的问题，不然的话，你真的就会在你的心里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到最后你真的就有一天你会绷不住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就是有问题说出来。好，第3点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自信的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我刚入4大的时候，前2年我没什么自信，就是有的时候很多别人问我问题，我都会觉得maybe probably I think so， 就是很多 I think。当时非常的不自信，而且我这个问题是在我干咨询之后才慢慢的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确实是我上一个项目的那个领导，虽然他的 working style 不是特别的让受人欢迎，但是他确实给了我建立了很多的自信，他一直会跟我鼓励说你需要更自信一点。在那个项目上吧，我被锻炼出来了，我觉得我现在会比以前更自信。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很多时候你不懂的东西，别人可能也不懂，然后而且很多事情没有人可以100%确认这个事情是对的，很多事情都是大概其8、90，然后大家觉得是这个答案，然后就会把这个答案跟客户讲，然后当客户质疑你的时候 ，Are you sure？ 你就要很坚定的跟你客户说 Yes, I'm sure。然后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就是你转天再给客户一个 update 的一个新的答案，然后如果你昨天说错了的话，但是很多客户因为很多客户他是宁愿相信一个表现得更自信的人，而不愿相信一个就是即便你有很多的知识体系，但是你表现得不是特别自信，客户宁愿相信那个自信的人。而且我见过很多人，就是他连会都没参加，但是转天可以叭叭在那讲故事。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自信的来表达你自己，当客户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跟他非常自信的说 yes， 而不是说I think so。 然后我就觉得这方面确实，因为很多中国人我们是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就是需要我们表现得比较谦虚，然后甚至于当别人夸你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我以后需要做得更好啊等等。但是很多美国人他们当别人夸你的时候，Oh yeah you did a good job， 他们就会说thank you。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信，就是是的我是做了一个 good job。 无论你是在面对你的 manager， 面对你的客户，当你显示出你自信的时候，显示出你对这件事情非常确定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愿意相信你的。所以我觉得自信是建立客户跟你们之间这个信任的一个桥梁，真的就是 be confident。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假如说你这个项目结束了，然后你想去reach out 一些新的项目，你没有这个项目的经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给这个项目的领导一个强心针，就跟他说 I can do it, it's not hard， 这就是一个强心针，然后领导就会觉得这个人给我感觉很自信，she can do it。 但是如果你表现的说I have never done this before, I think I should be able to， 这种语气的话就会给人感觉就是弱弱的，然后就领导觉得不放心把这件事情给你。
就是很明显，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自信的人，你拿到这个新项目的概率要远远比一个不自信的人拿到这个项目的概率要高很多。所以就真的就是说 be confident。下面讲一下这个 politics 的事情。每个公司都有一些 politics 事情，如果你能远离 politics， 就真的远离这些鬼事情，因为真的会很烦。你会遇到这种事情，当你同时 serve 2到3个经理的时候，如果你的 A 经理和 B 经理不是很get along， 然后假如说2个人同时给你一个事情，然后 deadline 都是 ASAP，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说出来，你需要跟你的2位经理说清楚，就是你需要一个 priority， 他们之间需要互相的沟通来解决，来让你知道这个哪件事情需要先被做完，然后哪件事情可以后被做。如果你遇到了2个经理然后不合的时候，如果 A 经理一直在抱怨 B 经理的这个不好，我建议你可以 garbage in garbage out， 然后尽量的不要去站队，因为这个对你没有好处。你可以适当的安慰一个经理，如果这个经理非常爱抱怨的话，但是不要去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也不要去选择站队因为你不知道谁最终会成为 partner， 所以你真的不要去站队。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当你还是一个 staff 或者是 senior 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比你的 manager 要牛，你的 manager 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抢你 manager 的风头。因为这个我自己其实是深有感触，然后我也在这方面吃了一些亏吧，就算是在上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的那个经理就不是特别懂 consulting 的东西，也不是特别懂 ERP 的东西，就当客户问他问题，或者是 managing director 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多半是答不上来的，然后我就会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久而久之，给大家感觉就是我更像是他的经理，而不是他是我的经理。然后当然最后的结局就是我的 evaluation 很惨，因为他就是你懂啊，心里肯定不好受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想就是在survive 下来，然后生存准则其中一条就是不要抢你经理的风头，即便你经理可能并不是这么 qualified。当然，除非你的经理就是非常的 OK， 然后你的经理希望你去 take lead on things， 然后那你可以就是大胆的说出来，然后去 lead meeting 等等。当然是这个是需要你跟你的经理这个 communicate 过的前提下，你才可以这样做，否则的话就是可能会让你的经理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对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你完全可以在这个上项目之前，先跟你经理开个会，问一下 What's your expectation？ 当你了解了他的一些 expectation 的时候，你可以根据他的 expectation 来做事情。然后当然时间越长，你越了解这个人，当然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是不希望你去抢他的风头，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希望大家注意吧，就是不要最终导致这个 evaluation 不是很好。现在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当你接到一个活的时候你需要跟你经理了解清楚你这个活要去怎么去做，然后以及这个活的 timeline 是什么。因为我见过太多的人，就是当别人给他一个活的时候，他会选择不懂装懂，然后他当时在跟人聊的时候会显得就是 I know everything, yes I understand， 然后 yeah I can do this。但是呢，就是最后交上来的活就跟屎一样。很多时候你假如说不懂装懂的做了，这个可能会最终导致这个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因为你做的跟屎一样的话，你的 senior 你的 manager 需要再重做。Why not 就是一开始就了解清楚这件事情到底需要怎么做，到底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来给他们交一个更相对完整的一个版本，而不是说交上去跟屎一样。而且当你还是一个 staff 或者 senior 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去问任何问题，就是你不会 lose 任何事情。No question is stupid question。你真的是就是多问问题，然后能保证你来了解，来在干这个活之前能充分的了解到底人家想让你干什么。当你了解了之后，你的效率会更高，然后你完成的质量也会更高。所以就是何乐而不为呢？真的就是不要浪费别人，也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然后其次就是关于 timeline 这个问题，在你接一个活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你经理什么时候会需要你完成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就是一些背后发生的事情，可能你的经理已经 promise 给 client， 我这个东西需要明天就给你，然后假如说你没问 timeline， 你这个1个礼拜之后再给你的经理，那就是你的经理会去觉得很尴尬，因为他已经给 client promise 了。所以真的就是问清楚这个时间，因为你不想耽误整个这个项目的进度。最后呢，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很多时候，就是哪怕你是重复别人说的话，也比你 be quiet 强。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开会的时候，当别人聊一个你不懂的话题，你可以就是完全问一些问题，然后或者是当别人聊一些你懂的话题，然后你可以去通过 restate 别人说的这个东西来证明你在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而不是说你就是频频的点头微笑，然后时不时的蹦几个 yeah。这样的话，就是会过后之后，别人可能会觉得你那天到底参加没参加会，感觉就是你没在一样，因为你全程没说话。就是这个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就是说你全程你都听懂了，然后你一个字儿不说，这个大家真的会忽视你。然后而且很多 partner 他们需要别人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因为只有互动他才能觉得他自己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在说话，是大家都在听，然后大家 understand what he's talking about。然后如果你不懂，完全可以问问题；如果你懂，你可以就是用一些语言来肯定他说的东西，这是大多数人会喜欢的一种方式。好了，以上就是我在四大4年间所学到的，我觉得对我个人比较重要的东西。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大家予以帮助吧。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然后最重要的是打开你的 notification， 因为这样的话你才不会错过我的每周的更新。然后，如果大家对四大求职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你现在在四大，然后在工作中遇到任何问题，以及任何中美文化差异的问题，欢迎在 comment 下面给我留言，我也可以单独给大家出一期视频来进行讲解。然后我们会在下期视频中讲到四大的基本工资、奖金，以及四大的一些基本福利等等，还有在四大工作的 pros and cons。那我们下周2再见，拜拜。